如果有人告诉你，那些意志力超强、责任感爆棚的人反而更容易陷入抑郁的深渊，你会作何感想？今天我们要一起探讨的这本书，来自日本精神心理专科医院院长全谷贤士的《抑郁的力量》，它将从一个我们可能从未想过的角度，带我们重新认识抑郁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长久以来，我们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把抑郁和内心脆弱画上等号，总觉得要是自己意志力再强一点，精神再强大一点，就不会陷入这种情绪的泥潭了，甚至会不断地责备自己没用、太弱。这种想法就像作者在书里说的，相当于不断地用鞭子抽打疲惫的马，只会让情况越来越糟。但是全谷医生凭借他20年的临床经验，给我们抛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抑郁可能恰恰不是因为你内心脆弱。他甚至告诉我们一个更令人惊讶的事实：那些平时看起来意志力超强、特别有责任心、凡事力求完美、特别会为别人着想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些好人、能人，反而可能是更容易陷入抑郁困境的高危人群。你可能会想，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反过来了吗？没错，就是这么反直觉。全谷医生在他的书中明确提到，他诊治过的很多抑郁症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意志力和忍耐力都非常强。那些富有责任感、奉行完美主义、总是先考虑别人感受的过度适应人群，都极易陷入抑郁的深渊。他甚至认为，所谓的精神力量，如果只是头脑对内心和身体的强力控制，那么这种力量越强的人，患抑郁症的风险反而越高。是不是感觉这个观点非常炸裂？所以，如果你也曾因为情绪低落而自我怀疑、自我否定，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内容，或许能给你一个全新的视角，让你重新认识自己，也重新认识那些可能被我们误解了的抑郁。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理呢？为什么那些看起来很强的人反而更容易受伤？让我们深入探讨关于我们身体里一场不为人知的内部战争。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全谷贤士医生打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方。他说，我们每个人身体里其实都住着3位性格迥异的大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简直就是一场持续上演的《三国演义》。首先登场的是我们的头脑老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理性的霸道总裁，或者一台高速运转的精密计算机。他每天最爱干的事就是思考、分析、计划、做判断，追求效率。他的口头禅就是你应该这么做，你必须完成这个，这样做才对。他特别擅长回顾过去，总结经验，也特别喜欢预测未来，规避风险，但唯独对活在当下这件事好像总是慢半拍。而且这位头脑总裁的控制欲特别强，不仅想掌控外部的世界，还野心勃勃地想把自己意志的触角伸向我们身体里的另外2位原住民，内心和身体。他觉得内心那些感性的东西太不靠谱，太容易变化无常，甚至有点看不起内心那些没有明确逻辑的情感和直觉。接着出场的是我们的内心小朋友，这位内心就像一个敏感又充满灵性的艺术家，他是我们所有情感、欲望、感觉，甚至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直觉的家园。与头脑不同，内心活得特别真实，特别现在进行时，他喜欢自由自在，随性而为。他的语言体系很简单，就是我想要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那样。他不跟你讲什么大道理，也不会做复杂的逻辑推演，但他的洞察力却常常让头脑都自愧不如，能在一瞬间就凭直觉抓住事物的本质。最后一位是我们的身体老黄牛，这位身体啊，那可真是任劳任怨、忠诚可靠的典范。他由最原始的感觉和本能所主导，饿了会咕咕叫，困了会打哈欠，累了就想歇着。他和内心是站在同一战线的铁哥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内部矛盾。你可以把内心和身体看作是佛系身心联军，他们追求的是一种顺应自然的和谐状态。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最开始的时候，或者说像其他动物那样，主要是内心和身体这对黄金搭档在主导，饿了就找吃的，困了就找地方睡觉，生活简单又直接，没什么冲突。后来我们人类的头脑越来越发达，这本来是件好事，能帮助我们提高生存效率。比如记住哪里有水源，或者怎么合作捕猎，怎么把成功的经验传承下去，抓住第2条泥鳅。但是麻烦就出在，随着现代社会对理性、逻辑和效率的极度推崇，头脑的地位被抬得越来越高，它的权力也随之膨胀。渐渐的，这位原本只是个高级顾问的头脑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开始不满足于现状，一步步地从民主协商走向了专断独行。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干涉内心和身体的内政，试图用他那套应该必须的逻辑去规划和控制一切。全谷医生在书里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
他说，头脑和内心之间仿佛存在一个盖子，当头脑试图强行控制内心的时候，这个盖子就会啪的一声关上，把内心真实的声音给屏蔽掉了。这样一来，我们整个人就被硬生生的一分为二了。一边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头脑统治者，另一边则是被压抑、被忽视的内心和身体这对苦命的被统治者。想象一下，长期生活在这种头脑的独裁统治之下，内心的渴望被无视，身体的疲惫被强迫，日积月累，这对难兄难弟终于被逼到了极限。他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无休止的压榨和控制，于是他们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联合起来进行一场彻底的大罢工。他们不再理会头脑下达的任何指令，拒绝合作，拒绝执行。而这种内心和身体的全面罢工状态，颧骨医生告诉我们，就是抑郁状态的真相。有时候情况可能更糟，不仅仅是罢工，而是内心和身体因为长期被残酷压榨，已经元气大伤，筋疲力尽，甚至濒临崩溃，动弹不得了。所以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第一部分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意志坚强、责任感强的人反而更容易抑郁？按照颧骨医生的这个内部结构模型，答案就清晰了。所谓的精神力量强大，很多时候其实指的是头脑的控制力极强，它能够强制性的命令内心和身体去完成各种艰难的任务，完全无视内心和身体发出的投诉和反抗信号，建立起一个看似坚不可摧的独裁统治。因此，那些责任感越强、越追求完美、越是习惯性压抑自己感受去迎合外界的人，他们的头脑就越有可能对内心和身体实行高压政策，也就越容易把内心和身体逼上梁山，最终导致这场内部大罢工的爆发。理解了我们身体内部这场头脑与身心联军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反抗起义，很多关于抑郁的谜团，比如为什么我们常说不能轻易去鼓励抑郁状态的人，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突然对一些原本很简单的事情感到力不从心，似乎就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合乎情理的解释。这不再是简单的脆弱或者想不开，而是一场深刻的内部失衡和自我保护的呐喊。那么当我们的内心和身体这对难兄难弟实在扛不住，开始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发出他们的 SOS 求救信号时，我们能敏锐地捕捉到吗？这些信号又会以怎样千奇百怪，甚至让我们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呢？让我们继续探索这些来自身体深处的秘语。书里讲了个叫A先生的人，这 A 先生啊，可是个牛人，销售冠军，身体好，干活也拼。可有一次工作上遇到点小麻烦，虽然最后客户没怪他，他心里却咯噔了一下。从那以后，怪事就来了。以前张口就来的客户电话，他打不出去了，看见电话就哆嗦，做个文件、发个邮件也变得比登天还难。天天加班，周末都搭进去。更邪乎的是，他上班老走神，对着电脑都能睡着。老板同事都说他脸色差没精神，他自己也纳闷，我这是咋了？再累也不至于这样啊。每天早上穿个衣服都能磨蹭半天，身体重得像背了铅。终于有一天，他走到门口准备上班，突然就定那儿了，一步也动不了，眼泪哗哗的往下掉，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哭。最后去医院一查，医生说是抑郁症。书里说了，李先生这种情况可不是个例，很多人刚开始抑郁的时候，不一定就是天天不开心，唉声叹气。我们的内心要是受了委屈，他可会耍花招，让身体先出来演戏给我们看。你可能会觉得胸口闷得慌，喘气都费劲，或者手抖得厉害，话都说不利索。有时候是没来由的恶心，吃不下饭，对什么都没兴趣，还可能动不动就冒冷汗，头晕眼花，头痛得像要炸开，胃也跟着凑热闹，胃痛胃胀，严重的还可能整出胃炎胃溃疡。肚子也不舒服，心慌的不行，嗓子眼像堵了团棉花，眼睛也跟着干涩刺痛，肩膀和后腰更是天天酸痛的不行。这么多毛病简直能凑一桌满汉全席了。有一种抑郁症就叫隐匿性抑郁症，也叫假面抑郁症，他就爱玩捉迷藏，把抑郁的小情绪藏得好好的，只让身体出来亮各种红灯。所以啊，好多人一开始都以为自己是得了什么消化不良、颈椎病，跑遍了内外科，做了一大堆检查，结果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来一句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先生虽然也有些精神不集中的表现，但他自己一开始也没把这些跟情绪问题联系起来，这点跟好多隐匿性抑郁症的人挺像的。这是为什么呢？书里解释说，当我们那个霸道总裁脑太强势，把内心的嘴给捂上了，就是那个盖子给盖严实了，内心想说的话总裁脑听不见啊。那内心咋办呢？总不能干等着憋死吧，
他就只能去找他的好兄弟身体帮忙了，让身体出来敲锣打鼓，制造各种不舒服，好让那个高高在上的总裁脑注意到老大出事了，快管管我吧。这些身体上的不舒服就是躯体化症状，这些症状可不是瞎来的，都是内心用身体暗号发出来的求救信号，每个症状背后都藏着内心没说出口的话。就拿 A 先生来说，他一开始工作效率变差，反应变慢，其实就是内心在小声抗议，我不想再这么拼命了，太累了。可总裁脑根本不当回事，那内心只能下狠招，直接让身体罢工，让他动都动不了，用最极端的方式喊话，别再逼我了，行不行？所以啊，书里提醒我们，身体要是老不舒服，千万别不当回事，得多问问自己，我这身体是想告诉我什么呢？顺着这条线，好好听听自己心里的声音，才能早点发现问题，别把自己逼到死胡同里去。除了身体上的各种暗号，还有一种情况也挺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有些人啊，得了抑郁，班是真上不了了，但你要是约他出去散散心玩一玩，他好像又能打起点精神来，这是咋回事？难道是装的？书里也讲了个易小姐的故事，易小姐在出版社上班，也因为抑郁休了假，可她老板同事却在背后嘀咕说，她病假期间还能出去旅游，不像真有病的样子。书里解释说啊，现在的抑郁症跟以前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她的家族成员可多了，像什么非典型抑郁症啊、适应障碍啊，甚至有些特别的性格问题，比如特自卑的、特敏感的、特爱躲事的，或者神经症，比如总焦虑的、总强迫自己想事情的，还有吃饭出问题的，比如厌食暴食、心情一直不太好的等等。只要表现出明显的抑郁状态，都可能被医生诊断成抑郁症。这些新型抑郁症跟我们印象里那种什么也干不了、对什么都没兴趣的老牌抑郁症，就是书里说的内源性抑郁症，可不一样。得了这些新型抑郁症的人，可能不是对所有事情都提不起劲儿，而是对某个特定的环境，比如亚历山大的办公室，会产生一种像过敏一样的强烈反感。只要一离开那个让他过敏的地方，他就可能缓过劲来，甚至能享受点乐子。所以啊，能出去玩却不能上班这种情况是真有可能发生的，可别随随便便就说人家是装病或者意志力不行。看吧，我们的内心和身体为了引起注意，真是操碎了心，演了这么多内心戏。那好，如果我们终于看懂了这些 SOS 信号，开始认真对待这场内部战争了，又会发现哪些以前我们笃信不疑的人生道理，其实是把我们往沟里带的大坑呢？就说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努力就能成功这句话，在抑郁面前又会露出怎样的一副面孔？让我们来好好扒一扒这个努力的陷阱，再聊聊现代社会一种越来越普遍的，让人感觉自己像个行尸走肉的僵尸化现象。我们说到身体不舒服、行为反常，都可能是心里有话要说，是内心和身体在发求救信号。那我们再往深了想想，除了这些，还有什么事儿会把我们往情绪的坑里推呢？《抑郁的力量》这本书里就特别提到了一个我们天天挂嘴边，但可能从来没想过它有副作用的词——努力。从小到大，我们是不是总听大人说，只要你努力就能考上好大学，只要你努力工作就能升职加薪，好像努力就是万能钥匙，能打开所有成功的大门。书里说了很多情绪出问题的朋友，生病前那都是拼命三郎，干什么都特使劲，对自己要求老高了。他们觉得人活着就得折腾，就得奋斗。可你想啊，弦绷得太紧，总有断的时候。当他们真的努力到油尽灯枯，心情不好了，没劲了，其实啊，这就是身体在对那种不把自己当人使的活法说不呢。这就像你养了头小毛驴，天天让它拉磨还不给吃饱，它能不罢工吗？那努力这事儿错在哪了呢？书里讲了个故事，说有个小孩特爱打棒球，天天打到天黑，后来成了大明星。街坊邻居都说，瞧瞧人家多努力。可这小孩自己说，我没觉得我努力啊，我就是喜欢打球，让我高兴。这故事就告诉我们，好多时候我们把人家真心喜欢干的事当成了苦哈哈的努力。书里还说了，努力跟喜欢干可不一样。努力这词儿听着就有点咬着牙硬撑的味道，可喜欢干那是从心里往外冒油的开心，越干越想干。你要是有那方面的天分，干着就顺手高兴；要是没那天分，你再怎么努力，都跟赶鸭子上架似的，又累又不出活。最怕的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太看重努力了，不管你喜不喜欢、擅不擅长，先努力了再说。可我们身体里都有个小雷达，不舒服了、不开心了，它会报警。但要是你老用我得努力去压着它，不让它响，久而久之，这小雷达就失灵了，或者干脆炸了，人就抑郁了。书里还借用了一个外国老先生尼采的比喻，说人啊，
就像个骆驼，老老实实听话，背着一堆你应该这样，你必须那样的包袱往前走。这种努力的状态就是典型的骆驼样。可骆驼再能背也有累趴下的时候啊，抑郁了，就像这骆驼终于扛不住了，倒下了。要想好起来，就得先让这骆驼好好歇歇，别再给他加担子了。等歇够了，他可能就不想再当骆驼了，想变成一头敢对自己不乐意的事说不的狮子。最后呢，变成一个怎么开心怎么活的小孩，那才叫活明白了。除了这个努力的大坑，书里还说了一个现在特别普遍的现象，叫僵尸化。你看看周围是不是有些年轻人，好像对什么都没什么大兴趣，也没什么大喜大悲，整天面无表情，跟个行尸走肉似的。这跟我们前面说的抑郁症那种突然一下情绪掉底还不太一样。得了抑郁症的人自己知道自己不舒服，心里难受。可这种僵尸化的人呢，好多从小就这么没精打采的，长大以后都习惯了，自己都觉得这挺正常。为什么会这样呢？书里分析说，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好多爹妈太上心了，从小就给孩子报各种班，把时间安排的比国家领导人都满，嘴上说着都是为你好。结果呢，孩子从早忙到晚，跟个小陀螺似的，根本没时间玩，没时间发呆，没时间想想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等长大了，你问他想干什么，他可能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好好歇歇。你想想10几岁的小孩，最大的愿望是歇歇，这得多累啊！从小就被人推着走，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都被压下去了，慢慢的就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可不就成了个没什么想法的小僵尸吗？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在日子过得比以前好太多了。好多以前得拼死拼活去争的东西，现在可能动动手指头就有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那些从小玩电脑、玩手机长大的，他们可能真没觉得有什么事需要自己头悬梁、锥刺股去努力才能得到的。这时候你要是问他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啊，他可能就真答不上来了，因为没什么能让他特有干劲的目标。可老一辈的人不理解，他们吃过苦，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太闲了，太娇气，不知道上进。这么一来，年轻人心里更苦闷，更没人懂了。所以说啊，不管是老强调努力，还是现在这种僵尸化的苗头，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老盯着脑子里那些应该必须老看别人的脸色，忘了听听自己身体和心里的声音，那迟早要出问题的。那好，要是我们真想好好治治这心病，又会遇到哪些听起来有道理，实际上可能让你越治越糊涂的治疗方法呢？让我们来聊聊治疗路上那些常见的雷区，得睁大眼睛瞧仔细了。我们说到努力的陷阱和现代社会的僵尸化，都跟我们那个霸道总裁脑太强势，老是忽略内心和身体的感受有关系。那好，如果我们真的鼓起勇气，决定要好好面对自己的情绪问题，去寻求专业的帮助，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抑郁的力量这本书告诉我们，别高兴得太早，因为在治疗抑郁的这条路上啊，也埋着不少雷，一不小心就可能踩进去，不仅没好利索，反而可能越治越糊涂。第一个常见的雷区就是把抑郁症比喻成心灵感冒。这种说法听起来是不是挺轻松的？感冒嘛，吃点药休息几天就好了。这么一说，好像抑郁症也没那么可怕了，能鼓励大家早点去看医生，这初衷是好的。但是书里提醒我们，这个比喻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得了真感冒，可能1个星期也就活蹦乱跳了。可抑郁症呢？很多朋友都深有体会，那可不是几天就能过去的活，常常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来恢复。而且医生在说抑郁症好了的时候，很多时候用的词是缓解，而不是痊愈。缓解是什么意思？就是症状暂时稳定了，不那么难受了，但病根可能还在，还有复发的风险。大多数常规的药物治疗和以休养为主的治疗，目标也往往是先达到缓解。所以如果你抱着心灵感冒速战速决的期待去治疗，结果发现战线拉得老长，还老不见断根，那心理落差可就大了，甚至会怀疑人生。书里还提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到底怎么看待生病这件事？西方医学的主流观点常常把疾病看成是身体里的坏蛋，义务治疗的目的就是要想尽办法把这个坏蛋赶出去，消灭掉。这种想法就像《伊索寓言》里那个北风与太阳的故事里北风的做法，使劲的吹，想把行人的外套给吹掉，结果呢，人家裹得更紧了。同样，如果我们只是把抑郁的症状当成敌人来打压，用药物去轰炸，可能短期内能看到效果，但病根还在那里，复发的风险就像个定时炸弹。书里说啊，很多古代医学民间疗法其实都认为疾病是从我们身体内部产生的，它出现其实是想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信息。
疾病甚至可能是想通过一些核心症状，引导我们走向一种更自然、更让我们满意的生活状态。也就是说，疾病可能是在试图拯救我们，让我们从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里解脱出来。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粗暴地想恢复到生病前的状态，那可能恰恰是为下一次复发埋下了伏笔。真正的痊愈可能不是简单的修理，而是像毛毛虫变成蝴蝶那样的重生或新生。第二个雷区是关于怎么用药。现在治疗抑郁，药物治疗确实是主流方法之一，但很多人对这些药存在不少误解。有些人觉得是药三分毒，或者担心吃了会上瘾，产生依赖。书里解释说，现在主要用来治疗抑郁症的抗抑郁药，通常是不会让人产生依赖性的，反而是有些患者因为背负着依赖药物就不算真正痊愈的心理包袱，或者听信了一些不准确的说法，自己偷偷减药停药，结果反而让病情反反复复，拖长了病程。还有一些朋友刚开始吃药可能会觉得特别困，就以为是副作用太大，不适合自己，也擅自停药了。书里说这种困倦感有时候恰恰是药物起效的表现。因为在生病前，我们的精神可能长期处于紧绷状态，身体里积攒了大量的疲劳。吃了药，精神一下子放松下来，积攒的疲劳感突然释放，人自然就会觉得困。当然，药物也确实存在对某些类型的抑郁效果好，对另一些效果有限的情况。比如对那种典型的内源性抑郁症，药物治疗往往很重要。但对一些新型抑郁症，比如适应障碍、某些人格问题引起的抑郁，单纯靠药物效果就比较有限，可能更需要心理治疗的帮助。所以用药是个技术活，既不能盲目依赖，也不能因噎废食。关键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合理的使用。第三个雷区是在康复训练和尝试回归工作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时候，医生或者家人会建议在家休养一段时间，感觉好点了，就尝试着逐渐恢复一些日常活动，比如做家务、出门散步，甚至尝试着回公司上半天班，慢慢增加工作量。这种方法听起来是不是挺科学的？就像骨折了恢复期要做康复锻炼，逐渐增加负重一样。但书里提醒我们，抑郁症跟骨折可不一样。抑郁更像是一种过敏反应，你对花粉过敏，那医生总不能让你天天去花粉堆里逐渐适应吧？那只会让你过敏的更厉害。同样，如果你的抑郁是因为工作环境里有让你过敏的过敏源，比如难以忍受的人际关系，让你感到毫无意义的工作内容，或者让你喘不过气的压力，但你硬着头皮回去逐渐适应，结果很可能是在过敏源里反复受刺激，一次次地遭受挫败。书里用优先生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他按照阶段性回归流程努力，结果上班第3天就彻底不行了，重新回到了休假状态。所以在尝试回归工作之前，更重要的是先搞清楚到底是什么让你对那个环境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反应，也就是找到那个真正的过敏源。有时候回归的方向可能是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但更多时候可能意味着需要彻底改变人生的轨道。你看，治疗抑郁的路上还真是套路不少，一不小心就可能走弯路。那么有没有一些更贴近我们内心真实需求、更治本的方法呢？当抑郁让我们感觉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种状态？让我们来聊聊一些听起来可能有点离经叛道，但或许更接近康复本质的自愈之道。我们说到治抑郁的路上坑不少，好多老法子听着有道理，其实可能让你越治越迷糊。那有没有什么新鲜招，能让我们换个活法，从根上解决问题呢？抑郁的力量这本书里就提了些怪招，乍听着邪乎，但仔细琢磨琢磨，嘿，还真有点意思。他甚至跟你说，你那倒霉的抑郁，搞不好还是老天爷送你的隐藏款大礼包呢。第一招，对待晚上不睡，白天不起这事儿，我们得换个看法。好多朋友一抑郁就成了夜店小王子小公主，当然是不出门的那种。一到晚上精神头就来了，白天呢困得像只猫。家里人急，医生也说这不行生活得有规律。听着没错吧？可书里说了，你越逼自己按时睡觉，可能越睡不着。吃了安眠药都只觉得身体软绵绵，脑子却跟开了锅似的。结果呢，因为做不到早睡早起，心里更堵得慌，觉得自己特没用。书里发现你要是真困了，管他白天黑夜，就踏踏实实去睡，哪怕吃点小药帮忙，只要能睡着就行。说来也怪，好多人就这么着不跟自己较劲了，过了一段猫头鹰生活之后，睡眠慢慢自己就转变回来了，心情也跟着亮堂了不少，看什么都顺眼了。书里分析，这可能是因为白天外面人来人往，
大家都在忙正经事，你一个人闲着，心里特不是滋味，觉得自己跟个废物似的。可一到晚上，全世界都消停了，你那颗悬着的心啊，也能跟着落下来喘口气。所以说啊，这昼夜颠倒，没准是身体在给你放哨呢。白天帮你拉上窗帘，躲开外面的风风雨雨，好让受伤的小心灵能安安稳稳的疗伤。第二招是说，坚持这玩意儿，我们得换个看法。好多朋友一抑郁就觉得自己成了3分钟热度大王，干什么都坚持不下去，特有挫败感。可书里说了，你这坚持不下去，可能正是好戏开场的信号呢。想想看，你以前能坚持干的那些事，有多少是你打心眼里乐意的？是不是大多都是因为应该别人都这么做，或者是为了当个好孩子，硬着头皮撑下来的？所以啊，当你发现自己再也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别先骂自己，这坚持不下去可能是你的心在喊老子不玩了，该找点真正让我开心的事干了。第3招也是最狠的一招，那就是干脆把我要战胜抑郁这念头给打了。这话听着是不是像天方夜谭？生病了不想着把他打跑，那还能怎么的？可书里说了，我们平时治病老觉得病是仇人，总想着跟他干一架，把他消灭掉。用药去轰炸，可能短期内能看到效果，但病根还在那里，复发的风险就像个定时炸弹。真正的痊愈可能不是简单的修理，而是像毛毛虫变成蝴蝶那样的重生或新生。这个他力是什么呢？书里说他力就是在你自力用尽，实在没办法的时候，自己冒出来的那股劲儿，有点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思。你努力到头了，实在干不动了，把自己那点小聪明、小算盘全打了，反而会发现前面豁然开朗，有条新路出来了。所以啊，治疗的关键就是要先把你那个自立的根儿给它彻底断了。刚开始抑郁的时候，好多人还不死心，还想靠自力挣扎，脑子里还老想着我应该起来，我必须做点什么。这时候啊，就得耐心点，让内心和身体好好罢工，别再让头脑瞎指挥了。等你从我动不了变成我不想动，总觉得我应该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变成我就是什么也不想干，这样挺好，挺舒服，甚至开始享受这种什么也不用干的懒散状态的时候，那就说明啊，你那个自力差不多耗尽了，开始向他力投降了，好事就快来了。当他一开始冒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好像又对外界有点好奇心了，心里会慢慢生出一些想做点什么的念头。注意啊，这种念头可不是以前那种头脑逼你干的，而是从你内心和身体里自己长出来的，特别自然，特别有劲儿。这时候你要是顺着这股劲儿去做事，就不会觉得累，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因为这是你发自内心想干的。就算你回到了以前的公司或者以前的学校，你整个人的感觉也不一样了，不再是简单的恢复原状。书里还提到了夏目漱石的故事，这位大文豪年轻的时候也迷茫过，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也经历过类似抑郁的状态。后来啊，他想明白了，以前自己老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老是学别人的东西，没有自己的主心骨，这叫他人本位。他决定要找回自我本位，就是凡事从自己的感觉出发，活出自己的血肉来。这么一转变，他心里的疙瘩解开了，人也精神了，后来才写出了那么多好作品。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次深刻的自我觉醒，也是第2次诞生的一种体现。所以说啊，经历过抑郁并且真正走出来的人，往往会对生活有更深的理解。他们会开始质疑以前那些深信不疑的规矩和标准，比如是不是非得有钱有地位才算成功，是不是非得得到所有人的喜欢才行，是不是非得把自己累死累活的去适应那些不人道的环境。当这些惯性思维被打破，我们才能真正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活得更通透、更自由。这种第2次诞生，不是让你变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而是让你在纷纷扰扰的现代社会里依然能保持清醒，不被那些过时的价值观忽悠，不被那些虚头巴脑的潮流冲昏头脑，能踏踏实实的凭着自己的感觉去思考、去生活。从这个角度看，抑郁还真可能是现代人觉醒的一个重要敲门砖呢。那么，当我们经历了这一切，完成了这场深刻的蜕变之后，又该如何看待抑郁本身的力量？如何才能避免再次掉进同样的坑里，活出真正的幸福呢？让我们一起品味抑郁这份特殊的礼物里所蕴含的终极智慧。朋友们，一路聊下来，我们把《抑郁的力量》这本书翻了个底朝天。不知道你现在在听到抑郁这2个字，心里会不会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是不是觉得它好像不单单是个需要被消灭的坏蛋，反而更像一个不请自来的怪客？虽然折腾得你够呛，但也可能揣着一份你意想不到的人生指南呢。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可能就是要颠覆我们对健康和正常的看法。
我们总觉得能适应社会，能融入集体，不出格，不添乱，那就是心理健康的好榜样。可书里却借用大文豪夏目漱石100多年前写给学生的一封信，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夏目漱石当年说啊，当然是用那时候的话，在现在这个愚蠢又荒谬的社会里，你要是个正直的人，那你就一定会的神经衰弱，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抑郁。你要是碰见个人，问他有没有神经衰弱，他要说有，那说明这人还算是个有良心的正常人。反过来，那些没心没肺，或者傻乎乎，再或者没啥教养，对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还挺满意的人，那才叫不正常呢。这话听着是不是特扎心、特叛逆？但仔细想想，还真有点道理。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也充斥着各种各样让人不舒服，甚至有点扭曲的东西呢？比如没完没了的内卷，让人喘不过气的压力，还有那些个不把人当人看的奇葩规定和潜规则。你要是身处这样的环境里，还能乐呵呵的完全适应，一点别扭都不觉得，那可能真像夏目漱石说的，要么是神经太大条，要么就是把自己给麻痹了。书里也直说，适应这个词儿听着挺好，但很多时候它就是麻痹的代名词。比如天天挤罐头一样的地铁，我们的身体本能的会觉得不舒服，个人空间被侵犯了。可为了适应，我们就得把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给麻痹掉。所以啊，很多时候那些因为抑郁而痛苦的朋友，恰恰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敏感、更正直、更能感受到环境中的那些不对劲。他们不愿意轻易的麻痹自己，所以才会那么痛苦，那么格格不入。从这个角度看，抑郁反而成了一种有良知、有感受力的证明。日本诗人前本隆明甚至说过一句更狠的话：我从出生开始就得了抑郁症。这话不是说他真的一出生就有病，而是说他始终对这个世界保持着一种敏感和批判。所以书里告诉我们，得了抑郁症真不是啥丢人的事，它更像是你的内心和身体在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给你发出的一个无比珍贵的信号，告诉你，嘿，老兄，你以前那套活法有问题了，该停下来好好看看自己，找条真正属于你的路了。这个礼物虽然包装的有点吓人，盖着个不幸的邮戳，但你要是真能静下心来拆开它，好好琢磨琢磨里面的说明书，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在教你怎么活得更真实、更幸福。可惜的是啊，现在好多治愈的方法还是老一套，用药把症状压下去，让你歇一段时间就算完事儿了。这就像你家水管漏水，你光拿个盆在底下接着，不想着去修水管，那能解决根本问题吗？你的内心和身体到底想跟你说啥？他们为啥要罢工？是不是他们觉得你以前的生活方式太糟糕了？这些来自灵魂深处的拷问，才是抑郁这份礼物里最核心的内容。所以这本书最后想传递给我们的，可能就是一种拥抱抑郁力的勇气和智慧。这个力不是说让你变得更强悍，去硬抗，去战胜什么，而是让你学会向内看，学会倾听自己身体和内心的声音，学会从那些痛苦和迷茫中汲取成长的养分，最终完成一场属于你自己的破茧成蝶。这可能需要时间，可能需要耐心，甚至可能需要你暂时放弃很多过去笃信不疑的东西。但就像书的副标题写的那样，折磨觉醒，破茧成蝶。那些看似灰暗的蛰伏期，恰恰是为了积蓄力量，迎接未来更绚烂的飞翔。希望这本《抑郁的力量》的解读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和思考。记住，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那些看似负面的情绪，也可能隐藏着让你变得更好的惊人力量。